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哦。今天我們要來進行一場超級特別而且極度硬核的深度拆解，你知道嗎？我們平常總習慣從商業大轟、科技巨頭的訪談裡去找什麼成功學框架，但今天我們要完全轉換視角，我們要拆解的是英國頂級喜劇演員李麥克在牛津大學辯論社的一場深度訪談。表面上看，這是一群人在聊喜劇，對吧？但實際上，這是一套極度殘酷卻又無比真實的職場與專業發展框架。這套邏輯啊，不僅僅適用於舞台，更是完美套用在任何一個競爭激烈的產業裡。為什麼我會說喜劇是一個極端殘酷的產業？你想想看，在喜劇舞台上，沒有精美的簡報可以幫你演示，也沒有龐大的公關團隊在後面幫你擦屁股。觀眾如果不笑，那就是最直接的公開的失態，真的就是這麼血淋淋。這種極端殘酷的即時回饋機制，其實完美折射了現代高度競爭的商業市場。今天我們就要借由這個最嚴苛的試煉場，來幫大家萃取出真正能在職場上活下來的底層邏輯。今天的拆解，我們準備了5個核心模塊。第一，探討做自己的矛盾悖論；第二，分析高度飽和的創作者經濟；第三，看看現代產品的加法趨勢；第四，為什麼環境變數其實大於受眾數據；最後第五，達到頂尖熟練度所需付出的真實代價。這5個模塊，我敢保證，絕對會徹底顛覆你對於專業成長的傳統認知。我們常常聽到業界前輩給新手一個最經典也最爛大街的職涯建議，那就是做你自己就好。但李麥克在訪談中直接點出了一個極度核心的矛盾，他認為做自己這3個字同時是全世界最好也是最糟糕的建議。他說，做自己確實是成功的終極解答，但殘酷的真相是什麼？要能夠在專業領域中自然地做自己，你大概需要花上15到20年的時間。這個觀點非常反直覺，對吧？這就像是很多資深高階主管常常拍着菜鳥的肩膀說，放輕鬆，簡報的時候展現自信跟本色就好啦。這句話對主管自己來說是真理，因為他們早已經身經百戰了。但對一個隨時怕被開除，連業務都還沒摸手的新手來說，這句話在現實操作中根本毫無用處，簡直是幹話。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我們直接進入第一部分，做自己的矛盾悖論。讓我們來扒開新手的內心，看看在面對殘酷市場時，他們真實的心理狀態到底是什麼樣子。專業的成熟度其實有一條非常明確的時間軸，在職涯的第1年，不管你是喜劇演員還是普通的職場菜鳥，你其實都處於一種極度恐懼的狀態，你怕犯錯，怕被同事笑，所以你絕對不可能也不敢表現出真實的自我。相反地，你會不自覺地建立起各種保護性的人設跟面具。說穿了，這就是一種單純為了生存而產生的防禦機制。因為萬一這個虛假的人設搞砸了，你心裡至少還能安慰自己說，哎呀，那不是真實的我在失敗啦。但是到了第5年左右，經過市場無情的反覆毒打跟測試，你會遇到嚴重的倦怠期。你原本建立的那個虛假外殼會開始出現裂痕。為什麼？因為長期去扮演一個根本不是自己的人，是非常非常消耗能量的。直到第15年，當所有的面具都被市場的殘酷給徹底擊碎，當你真正掌握了這門專業技能的核心之後，那個毫無偽裝、最真實的你，才會真正浮上台面。所以說，真實性絕對不是職涯的起點，而是你經歷過無數次公開失敗、自我重建之後，才能好不容易抵達的終點站。我們完全可以把這種長達15年的心理剝離過程，看作是著名的10000小時定律的進階血淚版。10000小時的練習，那不過就是技術層面的最低門檻而已。但在心理層面上，你必須花上整整10年的時間，在眾人面前不斷犯錯，去承受那些難堪、那些丟臉的瞬間，你才能買到在舞台上做自己的這張門票。我們繼續聊下去。現在，我們把視角從個人的心理層面拉高到整體的經濟學高度，來看看第2部分，高度飽和的創作者經濟。
我們來聊聊市場結構到底發生了多誇張的改變。透過對比30年前跟現在的市場環境，你會發現一個超級巨大的結構性改變。30年前的喜劇圈其實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生態系統。李麥克就提到，如果時光倒流回30年前，他大概能認識市場上80%的同行，而且只要咬牙撐過前面2-3年，通常就能快速獲得一份穩定的收入。但是反觀今天呢？數位媒介無止境的擴張，市場早就高度飽和了。現在的真實狀況是，即使是已經入行10年的老鳥喜劇演員，很多時候下了台還得去開 Uber 才能勉強糊口。這個不僅僅發生在喜劇圈哦。你看看現在的平面設計師、自由撰稿人或是軟體工程師，他們面對的是什麼？是全球化的極限競爭、AI 工具的無情崛起，甚至還有各種接案平台帶來的全球大銷價。以前你靠一項專業可以穩穩吃30年，現在哪怕你有10年的資歷，依然隨時可能在市場中被徹底邊緣化。這就是現代創作者經濟最諷刺的巨大矛盾。數位媒介的大爆炸確實把機會給民主化了，現在每個人都有機會在社群媒體上一夕爆紅，拿到巨大的曝光量。但是重點來了，巨大的曝光量絕對不等於財務上的穩定。當大門向所有人敞開的時候，你核心技能的市場價值就會被嚴重稀釋。市場供給過度膨脹，直接壓縮了專業人士的生存空間。老實說，這是一個機會無限多，但要把專業變現的難度卻呈現指數級飆升的殘酷時代。重點來咯，在這樣高度飽和、幾乎快讓人喘不過氣的市場裡，產品策略就必須發生突變。這就帶我們來到第3部分：現代產品的加法趨勢。讓我們來看看傳統的產品為了活下去，到底硬生生附加了什麼東西。在英國非常有名的愛丁堡邊緣藝術節裡面，最近出現了一個被業界戲稱為“死去的爸爸”的熱門表演趨勢。這代表着什麼？代表現代產品正在走向一種加法策略。創作者們感受到了巨大的生存壓力，他們發現單純只做喜劇已經不夠吸引目光了。那為什麼創作者要這麼做？因為純粹的技術太難在這個擁擠的市場裡立刻抓住觀眾的眼球。為了製造情感深度，為了強行綁架觀眾的注意力，他們覺得必須在核心產品上硬是加上個人的悲慘經歷、社會的戲劇性，或者是強烈的政治論述。為了脫穎而出，現在的產品被迫要承載更多沉重的情感跟社會敘事。走到這一步，市場上就產生了2條截然不同的產品路線。第一種是純粹主義者的做法，也就是喜劇加上毫無雜質的空白。這也是李麥克一直以來堅守的哲學。他的唯一目標非常單純，就是讓觀眾笑。第二種呢，則是現代市場的期待，也就是喜劇必須加上某種立場。其實，你可以把這個現象完美對應到現代企業的品牌策略上。現在的品牌常常覺得，單純賣出一杯好喝的咖啡，或者一雙好穿的球鞋，好像已經不夠了。市場氛圍迫使這些品牌必須表態，必須去搞 ESG 倡議，或是對特定的政治和社會議題大聲表態。產品已經不再只是產品本身了，它被強加了一種價值觀的戰隊。聊到這邊，我想拋出一個非常具備挑戰性的問題給大家思考一下。當我們急着在產品中加入社會立場或個人意見的時候，這究竟是增加了產品的價值，還是反而稀釋了產品執行核心功能的能力？如果你是一位相聲演員或喜劇演員，當你把大部分的力氣都花在傳遞政治理念時，要成功引發觀眾那種最純粹、最發自內心的笑聲，難度絕對是大幅度飆高的。這是一個極度困難的取捨。當你試圖討好所有人的價值觀，或者想塞進太多嚴肅訊息的時候，搞不好你已經忘記了你的核心產品究竟是什麼了。現在，我們把焦點從產品策略轉移到最實際的物理執行面上，進入第4部分，
環境變數大於受眾數據，這可是很多專業經理人經常會忽略的超級盲區哦。根據我們拆解出來的實戰數據分析顯示，在決定一場演出或是一個產品發表會到底會不會成功的變數當中，物理環境的權重竟然遠遠高於受眾的文化背景。具體來說，物理空間的聲學效果對於成功有着極高、極直接的影響力。相反的，觀眾的國籍、文化背景，甚至是我們最愛看的人口統計數據，它的影響力其實被嚴重高估了，被歸類在低影響力的變數裡。沒想到吧？環境的物理條件才是真正決定勝負的隱形關鍵。我們來拆解一下一個笑話背後的物理學。在演出的空間裡，比較低的天花板可以非常有效地把聲音給困住，這確保了演出者在語氣停頓、節奏掌握上能夠一秒不差地傳達給觀眾。你想象一下，如果這個空間的聲學效果很糟糕，回音大得不得了，當你在台上講出一個精心設計、超精準的英文雙關語指令 pull that， 也就是拉那個東西的時候，經過一陣亂七八糟的聲學折射，傳到台下觀眾的耳朵裡，可能就變成了一句模糊不清的潑呼，也就是保羅是誰呀？你看，物理環境的缺陷就這麼輕易的直接摧毀了你最完美的節奏設計。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環境變數決定了一切，而我們又超級容易錯估這些外在與內在的變數。我們來看一個慘痛的具體失敗案例。李麥克曾經在新加坡有一場堪稱災難級的演出。當時他看到台下有一位年長的英國男性帶着一位非常年輕的新加坡女性，他以為這種權力不對等的關係只是這群觀眾裡的一個特例，於是他就想拿這個點來開個玩笑熱熱場子。結果呢，他完全誤判了現場的人口統計數據，台下絕大多數的觀眾其實全都是一模一樣的組合。這種對受眾群體權力結構與常態的嚴重誤判，直接導致他在台上經歷了整整20分鐘生不如死的徹底失敗。最後，我們進入第5個模塊，達到精通的真實代價。聽了那麼多分析，現在我們要把它轉化為真正可以落地的行動指南，來聊聊怎麼克服心魔。這裡有一個極度具備震撼力，也蠻激勵人心的指標，0.01%。其實，在任何一個專業領域裡，有高達99.99%的人是永遠被自己內心的恐懼給癱瘓在原地的，他們連嘗試的第一步都不敢跨出去。這意味着什麼？這代表只要你具備那麼一點點勇氣，去實際執行一個動作，無論最後的結果有多糟多難看，就在你行動的那一瞬間，你就已經直接超越了全天下絕大多數的人，穩穩踏進了那前0.01%的執行者行列裡。大家捫心自問，你有多少個覺得完美無缺的企劃案，或是超棒的創業點子，就因為害怕失敗，到現在還躺在你電腦桌面的某個資料夾裡生灰塵？更令人驚訝的是，即使是像李麥克這種等級的頂尖大師，他也曾經被這種恐懼深深的困住過。他整整花費了10年的時間，你沒聽錯，整整10年哦。他心裡一直很想要嘗試單口喜劇，但就因為極度的恐懼，他連一次上台的勇氣都沒有。這完全證明了萬事起頭難的那個心理門檻到底有多巨大，巨大到就連未來的傳奇人物也會被狠狠絆倒10次。為了克服這個卡了他10年的心理障礙，李麥克在他的第一場演出前，居然連續3天瘋狂灌下一種叫 Taboo 的伏特加調酒，硬是借由酒精來麻痹自己的神經，這才勉強有辦法把2隻腳拖上那個舞台。這個聽起來有點極端的意識，其實在告訴我們一件事：面對未知事物時，那種害怕失敗的痛苦跟折磨是全人類共通的。就算你是未來的傳奇人物，在起點的時候，也一樣必須經歷這種慘烈的心理抗拒。針對這點，李麥克給出了一套極度務實，而且馬上可以用的新手啟動框架。步驟1，在你開始行動之前，你就必須在心理上死死地預期自己一定會徹底搞砸，別抱任何幻想。步驟2，這點最關鍵哦，你必須提前預定好4到5次的演出或嘗試機會。
為什麼要這樣？因為你必須用未來的承諾，把現在這個懦弱的自己給徹底困住，斬斷後路。你想想，如果你只安排了一場，當你第一次上台經歷了那場無可避免的慘敗之後，你的大腦絕對會瘋狂說服你，太丟臉了，我們立刻逃跑吧。但如果後面還有4場等着你，你就只能硬着頭皮上。步驟3，在接下來的10年裡持續上場，讓市場的殘酷機制無情地剝除你身上那些虛假的人設跟偽裝。當你撐過去，成功剝除掉所有的恐懼與面具之後，你就會達到一種最純粹的本質狀態。這就是所謂的棕色且粘稠原則。李麥克分享過一個他5歲兒子講的超純粹笑話。兒子問：“爸爸，什麼東西是棕色的而且黏黏的？”答案是一根樹枝。為什麼？因為英文的黏黏的叫做 sticky， 而樹枝就叫做 a stick。這聽起來超級蠢，對吧？但它卻精準無比地命中了一個笑話的核心結構。真正的精通與大師境界，最終一定會化繁為簡。當你強大到不再需要依賴任何花俏的人設時，最純粹、最不加修飾的日常觀察，就能夠產生出最強大、最精準的執行力。所以，問問自己，你是否願意主動褪去那些保護你的安全偽裝，勇敢去承受最初那5次的徹底失敗，好讓自己擠進那0.01%的頂尖行列呢？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無論是職場還是創作，想要達到頂尖，你必須熬過長達10年的做自己心理剝離期。在高度飽和的市場裡，與其盲目跟風做產品加法，不如專注打磨核心能力，並善用環境的物理優勢，用連續的承諾逼自己跨出恐懼的第一步。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